雷亚是从2011年9月到现在大概6年多。那我们一开始是15个人，然后现在到150人。所以其实这6年的期间，我们从一个独立开发的小团队，到现在算是一个是有规模性的在经营游戏开发的公司。其实我们所有的共同创办人都是在目前公司里面持续在制作游戏的人。那当然15人的时候在做专案，跟现在150人在做专案的做法，还有游戏的内容，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创作者，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怎么样子做才能让一个产品它更富有灵魂，以及更在商业性跟艺术性上面取得一个平衡。制作游戏的金三角就是程式、美术、企划。如果说程式是一个游戏的骨架，那美术是它的外皮，那我觉得企划其实是代表一个游戏的个性。企划人员的部分，其实基本上他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就是他必须要非常有良好的沟通的能力。这样，在我们这样子中小型的案子里面，那企划人员随时都要去跟各个部门不同的角色、不同领域的对象、专业技术的对象来去进行对口，然后以确保整个游戏都在轨道上顺利的进行开发。台湾的企划团队通常会比较是通才的，也就是他对于企划的要求可能会希望他能够各方面都能够有所专精，都能够有所涉略。但是雷亚比较是针对希望企划能够有所专才，我们会有专职的剧本组跟演出组去负责故事内容跟演出设计，像游戏内容部分也会有关卡设计或是技能设计、系统设计、音效设计等等的。我们一直很希望是可以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我在团队做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动态跟特效，就是人物的动作，还有他们表演的战斗时特效，还有音效的规划。例如说，我们会特别去考虑技能跟设定上的结合度。有一只像叫卡努拉的角色，它是一个青蛙加鳄鱼加灯笼鱼的合体，然后我们就会利用这一点，让他在做招式的时候，他如果是要做攻击的时候，他会利用他青蛙的特性去吐舌头把敌人吃进来，再吐出去做攻击。那如果他要做防御的时候，他会利用他头上的那个灯笼鱼的灯来做嘲讽的反击行为。这都是在技能与设定与动态互相调整协调之下，来得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角色个性的结果。那我们的关卡设计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提供玩家易于上手，但是又富有乐趣的一个游戏体验。那我们会借由不断的发想，然后制作、测试和修改。我们也会借由观察游戏内角色和关卡数值的变化，去谨慎然后及时的调整游戏，给予玩家更好的体验。玩家会去讨论目前游戏中什么角色与什么角色之间搭配起来会有比较好的综效，甚至想到连制作团队都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玩家热爱游戏，然后尝试想要去了解这个游戏的一个证明。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雷亚非常尊重每一个设计者，所以导致的最好的结果。玩家在这个游戏里面，他并不是在扮演一个实际的角色，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重点从所谓的代入感转移到他到底喜欢或者是讨厌任何一个角色。想不到什么有趣的梗的话，就是玩游戏。游戏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有自己的特殊的限制跟特殊的表现方式。像电影，它就没办法依照你做的任何选择，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可是游戏可以，所以你如果想要做到一些特别情绪，像是骄傲跟罪恶感这两种情绪，是没有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游戏却可以做到。如果你要学到这些就是特别的控制人心的方式的话，你就一定要自己去玩，而且操作是游戏体验的一部分。你如果只是看实况，你可能只会得到1/10的体验，你不会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让你有那种感觉。
我们不论你是美术人员、程式人员、企划人员，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他都可以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得知到他们未来想象的游戏，就是他们正在做的游戏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在我们不断的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对于未来想象的目标都是一致。以原创内容这件事情，绝对会是雷亚持续从一开始以来到未来都持续会做的。其实我们虽然现在主要都是以推出游戏类的产品为主，但其实我们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content provider， 是一个内容提供者。因为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平台这件事情它是会随着科技还有时间会改变的。但是内容这件事情，它其实才会是长留在人的心底，让人有记忆性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做游戏算是我们主要传达我们想要传达内容的方式。但是让人玩过这款游戏之后，把对这款游戏的感动留在心里，才是我们雷亚长久以及未来要持续做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国际具有影响力的内容提供者。